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小爱同学率先做出反应，弹出一支4连装23毫米机炮，将对方打成了蜂窝。找死！旁边的玩家见状，立刻翻身跳上了旁边的悍马车，架起了车载机枪，准备反击。然而，在他扣动扳机的前一秒，密密麻麻的机炮炮弹将他撕扯成了碎片。一阵发动机的声音响起，我转头望去，一辆卡罗拉正要掉头逃跑，拦住他！一连串子弹打出，将卡罗拉的轮胎打爆。下来，不然就把你和车子一地干掉！别动手，我这就下车。车里的人怂了，立刻乖乖的举手下了车。这是一个身高1.6米、体重260的胖子，在他的身后的背部有一道竖起的背脊，远远的看上去有点像是剑鱼的背鳍。屁股的位置有一个巨大的红黑相间的尾囊，足有半米多长，直径30多公分。你改造了身体，你是密修会的？一个小成员而已，不是领导。你们挖其他人的心脏是要干什么？当然是换改造药剂，10个心脏就能换1瓶改造药剂，不过效果完全随机。我运气不好，就只有这个。你们还有渠道换取药剂？是谁？你们将心脏交给谁？交给。胖子支支吾吾的，似乎不太想说。结果一门23毫米的机炮就顶在了他的下半身上。给你3秒钟，不然我就开枪了。是赛利亚，是那个臭娘们说只要交给他10个心脏就可以换强化药剂的，只不过效果随机。赛利亚又是谁？密修会的老成员，赛科勒的姘头，以前一直负责车队的账目管理，负责财务方面的工作。2位老大死后，他自封为新首领，全面掌管了车队。原来是这样，能知道他在哪里吗？不清楚，不过我倒是有一个猜测。说，据说赛利亚是蜘蛛方向的强化，因此喜欢前往蜘蛛喜欢的地方。他有一次略微提过了一句，他在一个到处都是蜘蛛的地方，他很喜欢那里。到处都是蜘蛛的地方，这是什么线索？我把我知道的都说了，你看我出了这么多的力，能放我走了吗？回应他的是机炮的怒吼声。对于密修会的成员，我有一个算一个，绝对不会留。快把车子都拆了，把能带走的东西都带走。我召唤出了001，至于胖子则被我还原成了强化药剂。这东西我虽然看不上，但是可以卖给密修会的其他玩家，将打扫战场的伙计分配下去。我则回到了车里，趴在车上开始研究从副本里拿到的那张地图，想要看看到底哪里蜘蛛最多。很快我就在地图上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，蜘蛛丛林。这片区域边界村的人只探索出了一个范围，并将其标注为了禁区，涂上了代表极度危险的红色。也只有这个地方符合了。我在地图上查看了半天，最终用铅笔在这片区域画了一个圈。就走这里了。动作高见！我差点一个趔趄摔倒。这话你从哪学来的？你加载的游戏数据库里掺杂了几部电影，我闲着没事的时候就看了，我感觉这句挺应景的，就学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以后千万别说了，太晦气。好吧，旺财不太明白，不过还是点头应道，一条大尾巴来回扫着。你搁着扫地呢？要是闲着没事，去莉莉娜那边看看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我说完，钻进了驾驶室里，对照着地图，向着蜘蛛丛林的方向开了过去。半路上，我还捡到了一个白色的物资箱，从里面开出了一盒鳗鱼饭和一盒亲子盖饭。我一脸嫌弃地将亲子盖饭送给了旺财，自己则端着鳗鱼饭吃了起来。吃过午饭之后，我拐入了一条小路，从这条路前往蜘蛛丛林可以缩短30分钟的路程。这条小路路况很差，十分的崎岖，和乡间的土路几乎没什么区别。地面上时不时的就会出现大坑，将轮胎陷进去。指挥官，这里有坑，指挥官，快转弯，要掉下去了。指挥官，前面有树，小心。哦不，找到了，那没事了。过了大约半个小时，我来到了蜘蛛丛林的边缘，在前面我看到了几棵被撞断了的树木，一块烂泥地上还留着一道深深的车辙。有人从这里经过过。看轮胎痕迹，应该是一辆掠夺者一类的超级越野车，车轮很高大，树木折断的位置也很高，说明这个车子的地盘也比正常的汽车要高，大概在1.2米到1.5米之间，车宽大概在3米到3.5米之间，看轮胎深度载重大概在15吨上下。对了，还是红色涂装，或者车身有部分红色。屏幕上出现了一块凸起的石头，地角上挂着一点红色的油漆。看着侃侃而谈的小爱同学，我不由得刮目相看，看着我目瞪口呆的样子，小爱同学有些不好意思了。我趁指挥官开车的时候，偷偷的看了2部神探福尔摩斯，感觉比较有意思，刚才就试了一下。干得不错，现在交给你个任务，按照印记追上去，不要让前面的车发现了。我猜测这个车辙很有可能就是赛利亚留下的。明白了，交
交给我好啦。步兵战车启动，缓缓地驶入了蜘蛛丛林。蜘蛛丛林里看起来和正常的丛林差不了多少，除了偶尔就能看到的巨大蛛网之外，和正常的丛林没什么不同。不过这些蛛网上的蜘蛛都被奥克因的雕像吓跑了。我附近的丛林静悄悄的，没有一只蜘蛛敢靠近1公里之内的范围。只是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崎岖的地面让车子震动的厉害，哪怕最好的减震也无法留下好的体验。这娘们钻到了这个该死的地方，到底要干什么？车子开了半个多小时，就在这时，小爱同学忽然停住了车。发生什么了？车辙消失了。消失了。我连忙将目光集中到前方的路面上，一路延伸的车辙在跨过一条宽度不足5米的小河之后消失无踪。跑哪去了？我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小河之上，小河下游蜿蜒婉转，没入了森林的深处。小河的上游是一个深深的水潭，水潭之上是一处不到10米高的断崖，一条瀑布飞流直下，落入了深潭之中。莫非是顺着河滩向着下游走了？塞利亚正在断崖之上注视着你。断崖之上？我连忙转头望过去，断崖之上丛林密布，想要从这里把对方找出来，简直是难于上青天。就在这时，一颗炮弹直射到了步兵战车的头顶之上，轰然炸裂开来。炮弹爆炸之后，并没有产生冲击波，反而从里面冒出了一张巨大的蛛网。这张蛛网直接将步兵战车包裹在了里面，随后便是接二连三的炮弹凌空爆炸，一张一张的大网层层叠叠的将我的步兵战车笼罩了起来。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我让小爱同学尝试了一下，这些大网的粘性和韧性很强，想要从大网之中挣脱出来，需要费上不少力气。指挥官，可以用火焰喷射器将蜘蛛网烧毁，是否要使用？等等，我正愁找不到对方，既然这样，何不装作被捕获了，把对方调出来？想到这里，我立刻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让小爱同学准备好武器，做好戒备，而我则扫视着对面的山崖，寻找对方的方向。就在这时，又有2颗炮弹落到了我的附近，这2颗炮弹同样没有爆炸，反而冒出了黑色的烟雾。这些烟雾迅速弥散开来，周围被黑色的烟雾笼罩了，不少烟雾甚至顺着缝隙渗入了步兵战车之中。检测到大量含脂混一类药剂的毒物，启动空气净化机。经过莉莉丝改造过的空气净化机启动，同时车内的净化雕像也被启动了，渗入车内的毒物被净化干净。看到这副样子，我心里有底了，既然喷射了毒物，那就说明对方要现身。我在原地等了大概10多分钟，或许是发现我真的没有威胁了，对面山崖上的树丛一阵晃动，一只巨大的蜘蛛从树丛里走了出来。这只蜘蛛身高至少6米，截肢长度至少达到了4米，足有电线杆粗细，看起来狰狞而恐怖。最让人在意的是，这只蜘蛛的身体上泛着金属的光泽。难道这东西身体外面都被覆盖上了金属？是比奥克因更厉害的家伙？不对，刚才发射了喷射蛛网的炮弹，这绝对不是正常蜘蛛能做到的，也不是正常的改造途径。很有可能这个蜘蛛就是一个用钢铁制造的傀儡，那些炮弹都是由它发射出来的。如果假设再大胆点，这就是一台蜘蛛形状的车辆，不然无法解释对方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在这里，然后又藏在了山崖之上。这时，那只巨大的金属蜘蛛迈着8条锋利的节肢从山崖之上向下走去。这金属蜘蛛的节肢异常的锋利，很轻松的就插入了山崖之中。巨大的身体在山崖之上如同行走在平地上一般。金属蜘蛛从山崖上下来之后，向着我的步兵战车走来，速度不快，而且也不是沿着直线行进，反而是沿着 S 型路线行进，时不时的在步兵战车的主炮口前晃悠一下。要不要给他来上一下子？蜘蛛车的操控灵活度很高，而且具有主动规避系统，足以躲避这个距离的火炮射击。如果你想要以炮解决问题，最好把它放进到10米内。好家伙，还有这种东西！我眼睛亮了起来，就是不知道这种系统算不算汽车配件，能不能被拆解出来。要是能的话，自己的车子就多了一层保险。我双眼冒出了金光，将手放在了操纵杆上，静静地等着对方靠近。机械蜘蛛迈着风骚的步伐，在步兵战车的火炮面前左右横跳，一副欠揍的样子。我让旺财端了一杯咖啡过来，静静地看着机械蜘蛛在那里装波衣。机械蜘蛛在那里左右晃悠了5分钟，又在原地静止了片刻，确认有毒烟雾已经起作用了。机械蜘蛛开始向着我所在的方向快速挺进着，一边走着还一边亮出了2只锋利的前肢，似乎准备割开步兵战车的装甲。就在它距离步兵战车不足10米的时候，我终于动了，就是现在，启动！20门火焰喷射器弹出，向着笼罩在车上的蜘蛛网喷去。粘稠的蛛网被火焰一扫，就迅速燃烧了起来，一眨眼的功夫就被烧成了灰烬。机械蜘蛛见状，立刻知道自己上当了，不过他倒没有太慌张，而是从嘴里伸出了一根塑料管子，一股粘液向着步兵战车喷了过去。猝不及防，
那股粘液喷到了步兵战车的前装甲上，前装甲上冒出了白烟。我见状，立刻让火焰喷射器向着粘液喷了过去，一团团白烟升起，那些腐蚀性极强的粘液也被点燃了。机械蜘蛛快速向着步兵战车冲了过来，3步2步爬到了步兵战车的顶端，2只锋利的节肢刺入了顶盖之中，想要打开顶盖。然而此时大半机械臂已经将武器换成了4连装的23毫米机炮，密集的金属风暴将机械蜘蛛笼罩了。一眨眼的功夫，2条节肢的关节都被打得失去了控制，而且在金属风暴的打击下，金属蜘蛛的动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干扰，甚至连2条前肢都不能有效操控了。甚至蜘蛛身后的那个巨大的尾囊也被打爆，大量的蛛丝蛋白流淌了出来。2条机械臂举着火焰喷射器对着尾囊一顿喷射，一股焦糊的味道弥散开来。不能这么下去了，再这样下去要死在这里。坐在机械蜘蛛内部的赛利亚眉头皱在了一起，他看着机械蜘蛛破损的尾部和2条失去了控制的节肢，恨恨地一咬牙：你给我等着，这场子我迟早要找回来。赛利亚控制着机械蜘蛛跳下了步兵战车，向着步兵战车身后不远处的密林跑了过去。哈，给我造成了这么多损失，还能让你跑了？我狠心地按下了一个按钮，一枚宝贵的短号反坦克导弹机上，一个急转弯向着机械蜘蛛追了过去。该死！赛利亚见状，立刻控制着蜘蛛跳跃了起来，想要躲避导弹。可是2者之间的距离实在是太短了，他控制的机械蜘蛛甚至连动作都没做完，就被短号反坦克导弹击中了。占据机械蜘蛛身体大半的尾囊被直接炸成了碎片，2只节肢也从机械蜘蛛的身体上脱落了下来。赛利亚疯狂地按着操控平台上的按键，想要让机械蜘蛛恢复控制，可惜机械蜘蛛此时已经失去控制，哪怕他将键盘按碎，也无法挽回这一结果。此时步兵战车的炮塔已经转了过来，瞄准了机械蜘蛛，一发稳定一脱壳穿甲弹从炮口处射出，直接击中机械蜘蛛的身体。该死！赛利亚恨恨地按下了逃生按钮，驾驶位上方的舱顶盖被打开，赛利亚连同座位被弹了出去，机械蜘蛛发生了爆炸，机体被炸成了3大块，散落在地上，升起了一道道黑烟。车里的人呢？我扫视着周围的丛林，我刚才分明看到一个座椅被弹了出去，驾驶员肯定被弹了出去。然而周围的树林太过茂密了，赛利亚又进行了冰蜘蛛的改造，身体也变得近乎透明。赛利亚躲藏在200米外的树上，正在仇视地看着你，想要报复。还没走，想着报复，正好，那就趁机把你也干掉，除掉后患。不过200米的话有点远了，得想点办法把他引过来。我想了想，一拍脑袋，有了主意。我想到了一个诱杀赛利亚的绝好办法。我穿着外骨骼从步兵战车里走了出来，跟在我身后的还有几十辆自走机械，这些自走机械拿着电锯开始切割拆解机械蜘蛛，而我则在旁边来回走动，装作监工的样子。自走机械的效率很高，很快就将那只机械蜘蛛拆了个干净。001手气爆棚，拆出了2张图纸。我见状，立刻将2张图纸接了过来，仔细查看。好机会！看到我将注意力集中在图纸上，赛利亚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。赛利亚深吸了一口气，悄悄地来到了距离我不远的位置，猛地跳起来，扑向了我。4条锋利的节肢对准了我的后心。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步兵战车的一侧忽然弹出了10多条机械手臂，每条机械手臂都拿着一把蒸汽机枪，对着赛利亚所在的区域进行覆盖性扫射，而且所用的子弹全都是夜光弹，几十颗夜光弹打进了赛利亚的体内，硬生生将赛利亚打退了几步。陷阱，跑啊！赛利亚转身就跑，没有丝毫犹豫。然而步兵战车上的武器收纳舱打开了，一枚地狱火导弹射了出来，向着赛利亚追去。赛利亚见状，立刻绕到了树后，地狱火反坦克导弹竟然跟随他的动作偏转了一下方向，直接贯穿了树木，击中了他的身体。这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起，直接将躲在树后的赛利亚炸上了天，整个身体也被巨大的冲击波撕扯成了碎片。哈，你就是变异的再厉害，要是没有脑子，还不是要被科技爆锤？夜光弹虽然伤害低，但是温度极高，这些子弹打进赛利亚的身体里，变相的提高了赛利亚身体的温度。几十颗夜光弹让赛利亚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人形火炬，而地狱火导弹前端可是有红外导引头的，自然就跟随着赛利亚走了。去把那家伙的尸体收集起来，提炼成药剂。001立刻带着众多自走机械去做了。我此时也终于抽出时间，认真的看看手中的图纸。第一张图纸没什么说的，仍然是神秘阴影雕像的制造图纸，我将其扔到了杂物堆里。第2张图纸比较有意思，居然是机械蜘蛛的升级图纸。
巨轮车的升级图纸一样，只要有足够的物资，就可以将车子改装成机械蜘蛛。根据图纸的描述，机械蜘蛛的时速是60迈，尤其擅长在丛林和路面崎岖的地方穿行。不仅如此，玩家还可以给机械蜘蛛配套上轮胎，用来方便在公路上行驶。除此之外，机械蜘蛛自带武装，一门小型的迫击炮，自带2种特殊炮弹，一种可以散布蛛网的炮弹，一种可以散发致人昏迷的烟雾。这东西还算是不错。这张图纸的实用性很高，应该会很受那些没有足够资源逐步提升汽车等级玩家的喜爱。这东西该卖给谁呢？我想了想，直接将图纸的详细信息发给了苍小空。怎么样，想要吗？要的话就给你留着，要是不需要我就拿到区域频道上拍卖了。我要，千万给我留着。看到机械蜘蛛车的图纸，苍小空兴奋得差点跳了起来。他正在为自己的实力太弱而烦恼，就在半个小时之前，才刚刚摆脱了一次追杀。看到机械蜘蛛车改造图纸，他立刻就兴奋。苍小空想了想，拿出一张图纸发给了我。我用这个跟你换，可以吗？生态园扩展图纸，5级汽车扩展插件，在生态园原本的基础上增加咸水湖，增加海水养殖项目，制作材料高级石料500单位，高级级水器3个，附赠海参幼苗、扇贝幼苗、海草幼苗。还有这种东西？我当即就惊了，我没想到高级生态园还能扩展升级，可以养殖海产品。可以交换吧。生态园扩展图纸到手，唯一的遗憾就是这是5级的插件，需要我的汽车达到5级才能安装。然而尴尬的是，我的汽车距离5级还差一张升级图纸，暂时无法升级。要是能获得升级图纸的稳定渠道就好了。苍小空欢天喜地的去升级汽车去了，我也将图纸收了起来。待办事项里又多了一条，花费了2个小时，我穿过了蜘蛛丛林，终于再次踏上了公路。开了一会车，我感觉有些无聊，便将驾驶权限交给小爱同学，而我自己则打开区域频道看看玩家们的状况如何。我刚刚打开区域频道后，就看到一片片红色的讣告刷过，不时有玩家被杀死，而且死亡原因都是枪伤或者刀伤，一看就是玩家同类做的。不少玩家还在区域频道咒骂：什么破药剂，老子辛辛苦苦杀了10个人换了1款，结果双腿变成了人鱼尾巴，我要这玩意儿有什么用？我该怎么开车？开发药剂的人是脑子有坑吗？楼上的兄弟，你就知足吧。我喝了药剂之后，多了一个狗丁丁。问题我还是一个男的，你说我要这玩意有什么用？我更惨，全身上下的毛发都掉光了，但是还没变强。我的头发变白了，瞳色变红，耳朵变成了猫耳，看起来好萌。但问题是我是男的啊，能不能变回来啊？这么悲惨的吗？看到你们这么一说，我都不敢喝药剂了。我猜测这批药剂都是从塞利亚手中流传出去的，被我干掉之后，那些玩家也就失去了兑换的途径。从某些方面讲，我制止了玩家之间的大规模流血冲突，那些还活着的玩家都应该对我保持感恩。就在这时，忽然一条信息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亲爱的各位玩家，很抱歉之前的变身药剂兑换出了一点问题，但是问题已经解决了，以后变身药剂的兑换将会由我来负责。又出现了。我皱起了眉头，盯着这个发言人的信息。对方名字叫做乔治，头像是个秃顶的中年人，不过头发已经斑白了，额头之上甚至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老年斑。当然，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露出了部分肩膀，已经不再是人类的样子，而是绿色的皮肤，上面包裹着细密的墨绿色鳞片，看样子至少完成了大半的身体结构的转变。我看了一眼对方的身份归属，果然是密修会的成员。又是密修会的成员，这帮家伙到底有多少药剂制造机？他们为什么这么执着地贩卖基因改造药剂？你能兑换药剂？你有证据吗？我该怎么相信你？我知道，单凭言语是肯定不能让你们相信的，不过我有视频可以作证。乔治上传了一段视频，在视频中，乔治除了头部之外，全身上下都变了一副样子，身高足有3米，身体是墨绿色的，指甲变成了黑色的尖锐利爪，身后多出了一条粗壮的尾巴，在他的背后甚至还有着一对巨大的蝙蝠一样的翅膀。在他的旁边站着一个拉美裔混血，身高大概1.7米左右，在身高3米的乔治身边，看起来十分的弱小。卡奥，喝了它。乔治说着，将一瓶药剂扔给了那个混血儿。卡奥一把抓住了那瓶药剂，没有犹豫，直接喝了下去。卡奥喝完之后，手中的药瓶被捏碎了，单膝跪在地上，双手抓着自己的脸，仿佛正在经受着巨大的痛苦。很快，卡奥的身体被直接拉伸到了3米左右，和乔治的身高差不多。原本十分瘦弱的身体变得肌肉虬结，身体表面覆盖满了鳞片，背后张开了一对一展4米的巨大蝠翼。卡奥刚刚变身完成，乔治就从旁边拿出了一把 AK-47，对着卡奥的身体扣动了扳机，一连串子弹射向了卡奥。可是那些子弹射到了卡奥的身上，就直接被弹开了，看起来一点事情都没有。
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们最新研制出来的第2代基因改造药剂，刨除了第1代不稳定变异的弊端，只要喝下去就可以变身成为巨龙，真正的巨龙。只有我们这些服用了基因改造药剂的人，才是真正完美的人类。快来和我们一起摆脱那孱弱的身体吧！只要20颗心脏，就可以成为我们中的一员。如果你猎杀到的玩家是服用过第1代的基因改造药剂，那么他的1颗心脏可以当做5颗来使用。快来加入我们吧！只要凑齐了心脏，就可以联系我。全民穿越公路求生。简短的视频播放完之后，原本喧闹的区域频道瞬间变得安静起来，转瞬又变得更加热烈，仿佛一滴水滴入了滚烫的油锅一样。卧槽，兄弟们，我心动了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去猎杀了。谁要是不小心死在了我的手里，可别怨恨我，只是这药剂太吸引人了。哈哈哈，这是巨龙，这是真正的巨龙，我也要变成巨龙，我要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都跪在我面前忏悔。我想要给我女朋友来一瓶，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要当一次龙骑士。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的话，那么区域频道里肯定会血流成河，绝对不能任由这种状况发展下去。想到这里，我给苍小空发了私信，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同时，尽可能的查找一些关于密修会的消息，尤其是可能出现的位置。我明白了，老板放心吧，我保证把乔治那家伙的底裤颜色都查得清清楚楚。我也没把希望全都寄托在苍小空身上，我也给几个熟识的朋友发了消息，请求帮忙查找。放心吧，如果有消息，我肯定会告诉你的。好的，重谢什么的就不必了，让我好好的洗几次温泉就可以了。不过你到底在哪里呀？我都独自开了5天了，快无聊死了。指挥官，前面树上有一只巨蟒，注意避让。我立刻抬头向前望去，在前面不远处，一棵大树将一根枝干伸了出来，横在了盘山公路的上空，距离地面大概有3米左右的高度。一条褐色黑斑的巨蟒正缠在大树之上，不断的吐着信子。这里都出现巨蟒了，看样子温度很高啊！不管它，用机炮把它给我打下来，晚上炖蛇羹。等等，小爱同学刚将机炮打开，我就果断的叫住了他，让我亲自来动手，活动一下筋骨。明白。小爱同学缓缓的停下了车，我刚要下车，提示系统忽然弹出了提示：小心，3点钟方向有一名玩家正躲在树林之中，准备埋伏你，距离位置500米。有埋伏，我就知道没有人会平白送上蛇羹。我立刻向着提示系统所提示的方向望了过去，那是一片陡峭的山坡，山坡上树林茂密，杂草丛生，植被十分的茂。我直接操控着120毫米滑膛炮对准了那个位置，并填充了一枚尾翼脱壳穿甲弹。躲在草丛里准备偷袭的鲁伯特看到粗大的120毫米主炮对住了自己，吓得怪叫了一声，跳起来转身就跑。我就是想要打个伏击，至于用120毫米的主炮来对付我吗？我命令转轮追击炮发射了一枚流散弹，一颗流散弹激射而出，大量的钢珠将那一片区域彻底覆盖了。鲁伯特惨叫了一声，栽倒在了地上，他的2条腿被数十枚钢珠击穿了，瘫倒在地上，失去了行动能力。狗娘养的，不讲武的！鲁伯特摸腰间的医疗包，准备给自己打上一支镇静剂。然而，他的手刚接触到医疗包，一只包裹着金属的脚就踢了过来，将他手中的医疗包踢了出去。随后，一把加特林顶在了他的面前。别动，不然就不只是断腿这么简单了。别杀我，我真的没干什么，就是在这里待了一会，没想要伏击你，请放了我，我可以给你赔偿。他放屁，他具有一定的操控动物的能力，那只蟒蛇就是他操控的，他已经利用这种方式成功伏击了3次，他正在拖延时间，正在试图操控蟒蛇从身后袭击你。我轻轻瞥了一眼远处的那只蟒蛇，那只蟒蛇确实正缓缓地离开了原本缠绕的树枝，向着我的方向游了过来。干掉那只蟒蛇！我对着手环说道。一支4连装23毫米机炮对准了蟒蛇，几十发子弹下去，蟒蛇身子都被打断了。看到威胁处理完毕，我收回了目光。你最好说实话，如果再让我听到一句谎话，我就让你和那个蟒蛇一样。不，我会把你塞到120毫米的主炮里，然后一炮打出去，明白了吗？我知道了，我一定说实话，绝对配合。不过，能不能先给我来一支镇静剂？我疼得受不了了。这要取决于你的态度。如果你的回答能让我满意，多少镇静剂都不是问题，甚至我还可以让你活命。不然的话，你就等着享受被炮射出去的感觉吧。我抗议，你这是虐待俘虏！我要求享受我应当的权利，我有权利不受疼痛困扰。快点给我镇静剂！闭嘴！现在我问你答，你没有反抗的权利，不然的话，我这就把枪口塞到你的屁股里，然后扣下这个该死的扳机。你听明白了吗？好吧，该死的家伙，你赢了，我会告诉你想知道的一切的。不过在此之前，请把枪拿开一点好吗？告诉我你的名字。鲁伯特，你也可以叫我鲁伯。很好，鲁伯特先生，你是隶属于哪个车队呢？密修会。又是密修会的家伙。
你是怎么操纵那条蟒蛇的？你也喝了那个药剂？你怎么知道我能操控那条蛇的？看来你忘记了规矩，如果你再违反一次，那我就叫你体验一下别样的快乐。千万别！我说，就是那怪该死的药剂，我喝了之后获得了超能力，可以和一些动物沟通，让他们听从我的话，身体一边是头顶上多了一根角。我闻言，一把扯下了鲁伯特的头盔，果然在他的头顶看到了一只小小的黑色的带螺纹的尖角。密修会里像你这样的人多吗？你们的药剂是从哪里来的？每个成员都喝过药剂，至于能力是什么，都是个人的秘密，成员之间不会主动去打听，这是很犯忌讳的一件事。至于药剂，我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，都是历任新首领掌握，分配和兑换都由首领掌握，别人根本就不知道。由新首领掌握？新首领是怎么产生的？你们自己推举，还是竞选，又或是其他的方式？是神谕告诉我们的。神谕？没错，就是神谕。每次都是神秘阴影告诉我们新首领是谁，让我们听从新首领的安排，否则就会清除掉获取资源的 buff。神秘阴影传达的消息有意思啊！这个神秘阴影比我想象的要更加厉害，居然还可以选拔首领，自由控制是否给玩家添加 buff。那么你能知道别人的位置吗？尤其是你们新首领乔治的位置。乔治最近要求我们所有人都在明天下午之前赶到一个地方，地点我标记在了地图上，地图就在我的车里。车里？你的车在哪里？就在右边的那片树林里，我的车门没锁，你拉一下就可以拉开了。我能说的都说了，现在可以跟我镇静剂了吧？他在说谎，如果你拉动车门，只会引爆车内的鬼雷。正确进入车内的方法是从顶部的天窗进入。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我冷笑着看着鲁伯特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违反了我们之间的互信，不过仁慈的我还是决定给你一个体面的死法。不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你不能。鲁伯特的话还没说完，一连串子弹就让他永远的闭上了嘴巴。我将他身上的装备搜刮一空，搜刮了鲁伯特之后，我在他指点的方向找到了他停在树林里的那辆帕拉梅拉，撬开了天窗口，我面前出现了一道通往内部的旋梯，顺着一道旋梯走进了车里，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间，帕拉梅拉的车里被改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客厅，墙上镶嵌着一台72寸的巨大电视，连接着各种游戏手柄，旁边的柜子里塞满了各种游戏碟片，周围还摆放了不少游戏的宣传海报。看起来这个叫鲁伯特的家伙是一个标准的游戏宅，只不过在那个满是碟片的柜子上面摆放着神秘阴影的神龛。鲁伯特的食物也有不少，不过都是汉堡、热狗之类的速食食物，培根和午餐肉也有一些，可乐足足有10整箱，装满了整个酒柜，镇静剂也有足足60多支，算是意外收获了。我转悠到茶几前，将上面的香烟和打火机扫到了一边，露出了上面的地图。这张地图和我手中的地图互有千秋，有的地方详细一些，有的地方更加粗略。在地图上标记着一个红色的标记，还写上了时间，看样子这里就是聚集位置。我拿出了自己的地图比对了一下，发现这个地方好像距离这里不太远，只有不到4个小时左右的车程。怪不得这家伙不着急，还有闲心在这里打伏击。既然你们在这里聚会，那我说不得要凑凑热闹了。我看到了一个可以把密修会一网打尽的机会，我将地图收了起来，随后让001过来把车子拆解了。001干活很麻利，很快就把车子拆成了零件，并且成功获得了一张建造神秘阴影的图纸，真是晦气。我将图纸扔到了一边，开车继续向前驶去。与此同时，在一片废墟之中，一辆造型如同棺材一样的车子停在了废墟中央，两个浑身墨绿、长着鳞片和符印，却保留着人的脑袋的家伙站在空地上。乔治大人，我们聚集在这里到底是要干什么？我们现在的目标不应该是快点赶到山顶？当然是遵照神秘阴影大人的吩咐，打开这处禁地。这里是神秘阴影大人留下的布置，如果打开这处禁地，就可以获得里面封印的神器。获得了那件神器，哪怕称霸整个区域都不是问题。所以这件神器我们一定要拿到，不然无法向神秘阴影大人交代。为此浪费一些时间，完全是值得的。可是既然这东西这么重要，那么我们自己打开取走不就好了？为什么要通知会里的其他家伙呢？我也不想啊，可是想要打开这处禁地，至少要用5个人的鲜血作为开启的条件，光凭我们2个人是没办法做到的。正好会里的那些家伙有些不安分，如果他们不能学会尊重的话，就让他们用性命作为我向上攀爬的基石。明白了，是直接动手还是？不着急，待会你看我脸色行事。就在这时，一辆巨大的钢铁列车从远处开了过来。这辆钢铁列车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蒸汽火车头，只不过钢制的轮子全都换成了履带，身后拖着一个同样由钢铁铸造的车厢，车厢上挂着各种型号的装甲板，将车厢保护得密不透风。车厢两侧密密麻麻的射击孔里向外伸着各种型号的枪管，
在车厢的顶端还有着一门230毫米的列车炮，显得威风凛凛。巨大的钢铁列车裹挟着巨大的烟尘冲了过来，缓缓停在了乔治的附近。尤里这个家伙总是这么令人讨厌。呵，乔治，我的老朋友，背后讲别人的坏话可不是什么好习惯。钢铁列车的门打开，一个留着光头的人从舷梯上走了下来，来到了乔治的面前。尤里，你应该修改一下你的车子了。你这个样子，要是回到原本的世界，肯定会被那些极端环保主义者批评的。那群苍蝇，他们要是敢来，我就把他们都吊在路灯上。什么时候开始？等到傍晚，至少要等人数凑齐了才能动手。好吧，那我就先去车上等一会，等到了时间叫我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了，不断有人汇聚到了废墟中央。等到傍晚10分的时候，这里又多了一个体重超过了300斤的胖子，一个柔弱无骨、身材婀娜的女人，一对相貌平平的双胞胎兄弟，以及一个长着狗脑袋的家伙。太阳都快下山了，鲁伯特那个该死的家伙怎么还没来？那个该死的家伙下午就死了，你没看提示吗？皮耶罗那个家伙也没来。其实是我们来早了，约定的最晚时间是明天下午。那我可不管，难道还要我们这么多人等那个该死的家伙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要我说就直接开始探险算了，我们不能因为那个该死的家伙浪费我们的宝贵时间。别忘了，我们身上可还有一个任务，在第7天下午5点之前抵达山顶。我想你们都不想体会一下任务失败的感受吧？听到胖子的话，其他人纷纷附和起来，希望能提前进入境地。你的意思呢？本来还想让你们多活一段时间的，既然你们这么急着求死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好吧，既然大部分人都到齐了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乔治引领着众人来到了一扇大门之前，大门通体由沉重的花岗岩制成，上面雕刻了一个个石头的野兽头颅，张着血盆大口。这扇大门之后就通往神秘的境地，不过却需要我们把手放进那些石兽的嘴里，这是启动仪式的一部分。来，跟着我一起来做。乔治说着，率先来到了大门的最左边，将自己的手伸进了石头野兽头颅的嘴里。卡奥见状，紧紧跟在乔治的身后，来到他的身边，也将自己的手伸进了一个野兽的嘴里。其他人互相看了看，都露出了迟疑的神色。尤里扫视了一眼，嘴角微微翘起。胆小鬼！尤里走到了石门前，将手伸进了野兽的嘴里。不过他是站在了卡奥的身边。柔弱无骨的女人见状，也来到了尤里的身边，将手放进了野兽嘴里。剩下的众人见状，有样学样，也纷纷走上前去，将手放进了野兽的嘴里。然后呢？我们该怎么办？跟我一起念：尊敬的神秘阴影，我们遵循您的意志，开启神秘禁地，请您赐予我们无上的力量，将您的荣光播撒到大地的每一寸角落。就在他们念完最后一个字之后，原本静止不动的石头野兽头颅忽然动了起来，